Hello，我是 Edo。前2期我们不是讲了住宅小区嘛？在中国，我们大部分城市里面的居民都会选择住在住宅小区。小区就是那种封闭式的、带有围墙的住宅建筑群，对不对？还记得吗？不记得的话，大家可以去点这个链接。今天我们来讲另外一种，在城市里面还是有很多人会选择的另外一种住宅的形式，那就是公寓。公寓其实蛮复杂的，种类也很多。基本上你可以通过它是不是有围墙，是不是封闭的来判断，但是也不是很绝对。看这两边的建筑，右边是有围墙的封闭式的住宅小区，左边就是不封闭的，它就是公寓。这里有一只猴子雕塑，你们知道它是谁吗？肩上扛了一个金箍棒，头上戴了个紧箍咒，他就是孙悟空，齐天大圣孙悟空，陪伴唐僧取经的猴子王。这里面是一个办公园区，里面有游戏公司，所以树立了一个游戏形象的孙悟空。总体来讲，公寓都有2个特点吧。第一个是公寓都是盖在商业用地的上面，它跟住宅小区不一样。住宅小区都是盖在住宅用地上面，住宅用地的产权的权限有70年，就是说你买的这个房子，你拥有这个房产的年限有70年，而商业用地呢，只有40到50年。当然，目前在中国还没有任何房子的使用年限已经超过50或者70年的了，所以还很难说了。但不管怎么样，政策上来讲，商业用地是40到50年，住宅用地是70年。第二个是什么呢？第二个就是公寓一般户型都比较小，都是小户型。户型就是房子里面的结构嘛。住宅小区里面的户型比较多样化，有小户型，比如说70到80平的，可能也有更小的吧。但基本上小区的小户型都是70到80平左右。中间呢，差不多就是90平、100平左右，大户型就是100多平嘛。而公寓呢，一般都是小户型。你看我背后就是一个公寓，它每一个窗户其实就是一户人家，一看应该就不会超过70、80平的样子。这个小区虽然有围墙，但是呢，它也是公寓楼，不是普通的住宅小区。你看，它外面其实也有围墙，也有大门，所以公寓还是很复杂的，不能简单的靠围墙来分类。但这个楼一看就是公寓，为什么呢？户型都很小，
从外面看，户型不大。住宅小区一般户型就比较多样化一点。公寓也有很多不同的分类，不同的特点。比如说，有的公寓是商住两用的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它既可以做住宅，里面也可以办公。这种公寓就稍微就比较乱一点，人员比较复杂嘛。如果是办公的，那进进出出的人就很多。但也有的公寓呢是纯住宅，不能办公，这是一种。第二种就是说，很多公寓是建在商业用地上的嘛，它没有燃气，只有水电，没有燃气，这个也需要注意。如果没有燃气的话，你在家做饭就比较麻烦。但是有的公寓里面呢也有燃气。第三个是有一个垃圾车，让他一下。第三个就是很多公寓的水电，如果有煤气的话，也算煤气吧，它的价格跟住宅小区里面的民用价格不一样。他们付的是商业用电、商业用水和商业煤气的价格，会更贵。太阳好大，现在是下午。最后还有一个问题，有很多公寓它是不能迁入户口的。你们知道户口是什么吗？户口是中国特色的一种东西啊。户口绑定了人和土地的关系。户口关系着教育资格，还有养老金的政策。简单来讲，这是两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了。所以户口在中国非常重要。有的公寓呢，它是不能迁入户口的，所以就算你买了那个公寓，你也不能用那块土地周边的学校资源。这个是蛮重要的，对不对？还有最后一点吧，有的公寓是只能租的，不能买。但有的公寓是可以买卖的。总体来讲，公寓还是很复杂的，有很多种分类。公寓主要是对哪些人群比较友好呢？单身、没有结婚或者没有小孩的人群。第一个，它面积小嘛，总价低，比住宅小区的房子要便宜很多。第二个的话，单身人群，没有家庭的，结婚了或者没有小孩子的，他暂时也考虑不到户口的教育资源问题和退休的政策问题嘛。我旁边就是一个学校，这是一个小学。这个小学是个公立小学，它每年其实都会卡我们的入学资格，就是你的户口
在这附近有几年，所以要上这个学校就必须买周边的住宅小区了。好了，今天我们公寓就讲到这里，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。如果大家有什么疑问，也欢迎在评论区给我留言。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，希望你们喜欢，也欢迎大家点赞订阅。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